嗨，大家好，我是杜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工具保养的影片。之前有版友写信问我说，我对于我自己的工具，在我长时间不使用的情况之下，是怎么样去保养我的工具，避免它会有生锈的情况产生。特别是针对锉刀以及斜口钳的部分，我都是怎么样去做保养的。锉刀这种东西，其实只要你有用手去碰触过它，生锈是难免的。加上如果说本身家里面比较潮湿的话，或者是它放在比较潮湿的地方的话，长时间不使用，一定会有生锈的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我是怎么样去避免让它生锈的这个情况发生？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保养方式。当我长时间不使用这些模型工具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做一次的保养，然后把它给收纳起来。等我下次要用再拿出来使用的时候，基本上它比较不会有生锈的一个情况产生。这个也是我今天要拍影片的内容，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保养你的工具。与其说教大家怎么样去保养你的工具，不如说是分享我自己保养工具的一个方法。毕竟工具的保养没有一个一定的 SOP， 每个人对于保养工具的内容不一样，我所使用的方法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适用。今天会分享这个影片是我一个的经验分享。大家可以看到桌上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我今天保养东西用到的所有的工具。接下来就让我来一一介绍这些工具吧。首先我要来介绍我今天会使用到的第一个工具，就是这一个多功能的清洁工具。它是什么用途呢？这个东西是我在鞋店购买的，不要怀疑，就是鞋店。它是专门拿来清鞋子去做使用的。我发现说，其实它上面的东西刚好我都可以拿来做模型的时候去做清洁。像这个部分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铜刷。这个部分的话，有一点类似像我们牙刷的这种材质，它的毛比较没有像牙刷这么的细致，可是这个部分的话，一样会被我拿来做使用。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部分，这个的话，我是拿来清洁我的睡燕海绵。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睡燕海绵，当我要做清洁的时候，我会用这边来做清洁，非常的干净。只要用这个去拍打我的睡燕海绵，一下就可以把我海绵上面的屑屑全部都给清掉了。那至于这个部分的话，我是比较没有去用到。那像一般我如果说在做模型有需要用到补土的话，例如说像 AB 补土，又或者是像一般的在补缩模做使用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下次再来跟大家做介绍。这个工具的话，大家可以用很多东西去做代替。毛刷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大家一般家里面用完不要的牙刷都可以去做使用。再来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可以去五金行买一支铜刷，一支铜刷的话，顶多给你20块钱、3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得到了。记得要买铜刷，不是买铁刷，不是买钢刷，请买铜刷。这个东西的话很重要，一定要买铜刷。再次的叮咛，我会用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它集合了所有我需要每次做模型要用到的东西。其实我们生活上面有很多随手可得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做模型的清洁，甚至制作。下次再来一一的分享，跟大家做介绍。第二个要和大家介绍的工具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叫做自来水彩笔。这个也是我拿来做我锉刀或是斜口钳清洁保养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个东西在美术社都买得到。那它本身的头有分很多种，有分这种平头的，然后呢还有分像这种尖头的。那我自己本身这两把我都还蛮常用的。今天要使用的是这一把平头的，它必须要搭配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主角。接下来就让我们直接进入第三个工具吧。接下来就和大家介绍今天的第三个工具，就是我今天会用到的保养油。这个油呢，它的名字叫做任务装，它本身有2种不同的容量。我本身的话是买100ml，我也建议大家其实买100ml就可以了。那这个油它是什么油呢？它是由日本一间很老牌、很有名的一个油脂工厂所出品的油，它所里面的原料都是来自于日本。大家可以看到 Made in Japan，
这个东西是专门用来保养日本的武士刀，或是一些比较高级的刀具、厨房用具，还有做精密机械的润滑可以去做使用。除了这个之外呢，它本身还具有防锈，然后还有可以些微除锈的一个功能。我也是用这个东西来保养我所有的模型工具，它不会很油腻。大家可以看，其实它跟水流动性其实是差不多的，可是它没有像水的流动性这么的高。这个也是这一瓶油的一个特色。但是这个要记得哦，这个虽然是装油，但是它是不能食用的，只能用来做保养，千万不要把它拿来煮菜或是炒饭，千万不能这样子去做使用。那这个油其实去各大网站都可以买得到。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要怎么样去做使用它吧。接下来呢，我要介绍怎么样去使用这一瓶任务装的装油。大家应该有看到我前面介绍的工具，就是这个自来水彩笔。因为这个装油它本身使用的是这一种滴嘴式的，它每次滴出来其实都很多。我们保养模型的工具其实不需要用到那么多，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很浪费，所以大家可以去买这一种美术社都可以买得到的自来水彩笔。那它使用的方法很简单，你先把这个笔头转开，转开了之后呢，把我们这个装油打开了之后，把它加进去，像这样子加进去。那要加多多呢？加到你觉得说 OK 没问题就可以了。我大概只是把它加到8分满左右，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有需要用，没了再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好了之后呢，把它给锁起来。锁起来了之后呢，这样子的话就能去做使用了。使用的方法很简单，首先呢，你可以先把你的笔盖打开了之后，它这个油它加进去的时候，它没办法马上去做使用，你必须要压这个地方，我手指头的这个地方，把它压，让这个油填满黑色这个地方。完了之后，当黑色这个地方填满了之后，油就会从这个地方漏出来了。这个就是自来水彩笔跟任务装油的使用方法。那接下来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吧。首先，我先来讲一下我自己对于我自己斜口钳保养的一个方法。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的这支斜口钳，这个是田宫的金牌斜口钳，相信大家不陌生，它也是我主力的一支斜口钳之一。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斜口钳上面都还蛮新的，有没有？因为其实我有正常的保养。保养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首先第一步骤，当你模型用完做完了，你长时间不做模型了，你的工具准备要先把它收纳起来，可能放一阵子，1个月甚至2个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这样子一个保养。但是如果说你这支模型做完了，隔几天你又要做下一支的话，其实你就可以不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保养，因为毕竟模型上面沾到油的话，其实还是蛮不好处理的。那你也可以等油干掉了之后再去做使用，也是 OK 的。那如果说你本身比较龟毛一点的话，你甚至每次做完都要保养，也是 OK。看你自己本身个人的习惯。那我今天所展示的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习惯跟一个保养方法。我可能今天模型做完了，接下来可能1-2个月不做模型了，工具准备要收纳了，我会使用的一个方法，我会先把斜口钳的这个地方给刷干净，因为这个地方是斜口钳最重要的。其实你可以先拿你的牙刷把这个地方给刷干净。牙刷的话，相信每个人都有。那我自己其实本身除了牙刷之外，我都是用这个工具，然后这样子刷，把上面的这个锋的这个地方给刷掉，刃把它给刷掉。刷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拿出我们的这个任务装油，本身已经加在这个笔里面了嘛，记得挤2下就好，1、2。挤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的油其实已经流出来了。然后呢，去涂满所有看得到的一个地方，除了握把之外，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涂。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整个有没有已经有变色了？因为我的油已经整个涂上去了。你只要挤压一次，其实就可以涂满全部了。这样子涂就可以了。刀刃的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
去涂它，因为它本身就是可以拿来做你精密工具的一个保养，所以其实涂刀刃对本身斜口钳是没有影响伤害的，甚至还可以保持它的锋利度，让它不会生锈。然后这样子去擦它，完了之后呢，再来就是像这个地方，转角的这个地方稍微伸进去，像这样子刷一下，让它保持润滑。这边的话也是一样，伸进去把它刷一下，这样子就可以了。弹簧的地方也是一样，把弹簧刷过一次，让它润滑。润滑完了之后，你注意看哦，它其实干燥的很快。这样子我们的斜口钳就保养完了。那你如果说长时间不使用的话，你就是直接把它，如果你有带子，把它直接套上去收纳起来，或者是你先把它放在旁边，隔天再把它给收纳起来。记得你如果有用手去碰触过这个地方的话，甚至这个地方如果不小心碰到水的话，记得碰到水立即把它给擦干。擦干了之后呢，马上涂上你的保养油。如果有手去碰触到的话，也是一样，去把它涂上你的保养油。它本身其实不油腻哦，你这样子摸，它是不会油的，完完全全是不会很油腻的那一种。像我现在手摸过了，等一下要收纳又是一个问题的，所以说我会再把它打开，再把刚刚的这个地方涂过一次，这样就可以了。涂完了之后，再把你的笔收起来，这样子你的斜口钳就保养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这个就是我保养斜口钳的一个方式。我再次说明哦，这个是针对你长时间不使用，要将工具收纳的时候，这个方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锉刀保养。锉刀是我们在制作模型的时候接触最多的一个工具，特别是对于会组装上色的人来说，锉刀算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离开你手上的一个工具，几乎零件剪下来了之后，就是用锉刀开始在锉你的模型表面了。对宿主的人来讲，斜口钳对他来讲是会比较重要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斜口钳跟锉刀对于制作模型来讲，其实都是不可少的。锉刀的保养的话，它的方法其实是很简单。这个方法是在你长时间不使用你的模型工具，又或者是你这一只模型做完了之后，必须要等待个一阵子，你才会做第二只模型。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去试看看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一个方法。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当我长时间不做模型的时候，我也会用这个方法。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锉刀表面我们保养的话，怎么样去做使用呢？首先用你的牙刷去刷你本身模型锉刀的一个表面，刷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它模型锉刀其实它是有纹路的，有的可能是斜的，有的可能是横的，有可能是网状的，依据你本身锉刀的一个纹路去做刷的一个动作。因为我锉刀本身是斜的，所以我就是斜斜的这样子刷，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斜斜的这样子刷。本身来讲的话，我牙刷比较少在用，我都用我这支工具，它面积大嘛，它面积一定比牙刷还要来得大，所以刷的话其实是很快，我直接这样子刷，刷完了之后换面，一样再这样子刷。本身锉刀你如果有剁齿的话，记得侧面也要刷掉，刷掉了之后呢，稍微看一下你的锉刀的表面，看完了之后，再用你的这个。使用铜刷特别的注意哦，你在刷的时候一定要顺着你本身锉刀的纹路去刷。如果你的纹路是斜的，记得要斜斜的这样子刷；如果你的纹路是直的，你就直直的这样子去刷，要顺着你锉刀的纹路。那我们现在开始吧。刷完了之后，还有剁齿吗？我剁齿也是一样。刷完了之后，其实全部刷完就 OK。那我刷完，我还有一个习惯动作，我会拿这一种卫生纸啊，比较厚一点的卫生纸，在我锉刀表面这样子，把上面的东西再稀释一下。这种卫生纸啊，它是比较厚起来的，那我会把它稍微的卷起来，完了之后这样子拉出来，这边也是一样，卷起来，然后包起来，完了之后这样子拉出来。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拿出了我们这个，我让记得吗？它的笔是平头的，对不对？一样把我们的笔盖打开，
除了握把之外，如果说你的握把本身是有这种，那你就不用刷握把。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连握把一起刷。那刷的时候一样，因为它是平笔嘛，所以很好去做操作。一样压2下，1、2，压2下，它油其实就出来了。2下了之后，开始这样子去刷。第一面刷完了之后，到第二面，完了之后，你的舵齿，侧面的舵齿，应该说整支锉刀能刷的，你就把它刷过一次。刷完了之后，放在旁边就可以。那你会发现说，刷完了之后，你的笔整个脏掉了，对不对？没有关系，直接拿卫生纸刷2下，完了之后稍微吸附一下，抽出来，你会发现脏污已经整个不见了，有没有？很简单吧？这个呢，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锉刀的一个保养。有时候我做模型，可能这一次做完了，我要等个1、2个月，我才会有下一次作品出来。所以说我工具收纳的时候，我都会这样子去做保养。希望呢这个影片大家会喜欢。那我下次啊，我会再分享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影片，跟大家一起做分享。那我们的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